小半晌后，方彤怀里鼓鼓的从谷家回来，钱凤萍也没耽误，当即开始做蛋糕，依旧是把门窗关得紧紧的，开始打鸡蛋，用的全都是好东西啊，要是卖不出去……哎呀，放心吧，咱家的这个蛋糕味道没得说，而且啊，我有熟悉的酒楼小二，让他给找找掌柜，肯定能卖高价。嘿嘿，哥这些年成天混那可不是白费的，我不仅是在村里出了名，这县里的混混小二啥的，我也有人脉。行，就知道你厉害。总要给自个男人面子，实在卖不出去，拿回来给孩子们吃也不亏。方彤老脸一红，难得被夸，有些不好意思。秦燕专心给灶台加火，不掺和，方南枝就是完全没察觉。小丫头负责加糖，只是给盆里放完后就偷摸舔舔勺子，真甜。一家子配合做了2锅蛋糕出来，刚出锅，那股子香甜味直往鼻子里钻，根本挡不住。卖甜的我不馋，我不吃，眼睛都粘蛋糕上了。二伯，咱不吃，你受伤了，可不能吃甜的。真的吗？眼瞅一大一小快哭了，钱凤萍就好笑，但还是把蛋糕给切块，一个蛋糕切了8块，共16块，拿出1块又分成5份，一人分薄薄一小片。弟弟好，芝芝坏。然后一口塞嘴里，甜香软糯，回味无穷。其他3人也吃了份，确实好吃，希望明日能卖出去。次日天没亮，方彤就起来了，要去县里卖蛋糕，自然得早点，只是钱凤萍更早，都给他烙好大饼了。路上小心些，早些回来。钱凤萍帮着他把蛋糕放进干净的竹筐里，又往上面盖了一层布，毕竟是吃食生意，得注意卫生。哎，行，这天还早，你多歇歇，这上山摘栗子的活，不然就等我回来再去。我知道分寸，放心。咋能啥活都推给他呢？方彤知道他性子，琢磨早点卖完早点回来，他才要离开院子。一阵匆忙的脚步声传来，耶，我也要去。你咋醒的啊？明明他起的时候，闺女还睡得四仰八叉。耶，我早醒了，让我去吧。你不是说灾民都没了吗？留在家里又得和二伯一起认字。灾民虽然被处决了，姓向的更是进京城了，但是他进城有正事啊。爹，我能帮你啊，哥哥教我了，打仗亲兄弟，卖货妇女兵。行吧。对上闺女那大眼睛，方彤的原则一向很低。钱凤萍已经又包了一张杂粮饼，拿了个竹筒，竹筒里是热乎乎的牛奶。这个路上吃，要是遇上牛车啥的就坐，孩子小可不能走太久。哎，知道了。珊珊，你在家等着吧，我去给你赚大钱。行，婶婶等你。父女俩摸黑出门，这个时辰村里人还没起来，一大一小的背影彻底消失，钱凤萍才关门去歇着。不知为什么，这一刻她真觉得又有家了。能去县城，方南枝还是很兴奋的，一路上叽叽喳喳个不停。方彤怕闺女太话痨，渴着就时不时喂她喝牛奶。就这么走了一个时辰，小丫头明显迈不动腿了，但她不说，哥心里哄自个，快到了，县城有糖葫芦、烤柿子、肉包子。虽然他爹可能都买不起，但看看也好啊。方彤早看出来，心里无奈，但就这一个亲闺女，哪舍得她遭罪，于是先小心翼翼给竹筐放地方，蹲下身上来。爹爹真好。把闺女背起来，又重新拎上筐，继续赶路。那可不，遇到啥事儿找爹就对了。不过闺女，你可比去年重了点，重点好，等日子过好了呀，多吃点，胖胖的才有福气。终于天光大亮时候，到了县城门口。庆安县。哟，我闺女认识这么多字了。哥哥告诉我的，我已经记下咱村和县名字怎么写了，万一走丢了都用得上。爹，你也得学学，不然找不到家了。切，这村里到县里这条路，我从10几岁就开始走，有时候一天往返好几趟，还能记不住。行，回头你教爹。方南枝更骄傲了，小脸蛋红彤彤。爹，认字的都要叫先生的，你……嘿，你还想占你爹的便宜啊？守门的衙役诧异地打量了俩人，刚才的对话他自然听见了，这父女俩挺有意思。进城干什么的？官爷，小的做了点点心，来城里给亲戚送点。行，进去吧。两位客官，你们是来吃饭的？怎么看也不像吃得起的呀。不是，我们是来谈生意的。方彤上前2步，掀开了竹筐。小哥，不知道你们这酒楼每日订不订蛋糕？这样，麻烦您给跑个腿，找下掌柜的，让他老人家给尝尝。不管掌柜应不应，这蛋糕啊，我白送您1块。本来想拒绝的小哥，一听后半句犹豫了。行，拿了蛋糕进去。饶是方彤素来自信，这会儿也有点紧张。不一会儿，店小二带着一个身着长袍的中年男人出来了。这位就是掌柜的吧？
免贵姓胡，这位客人里面请。父女俩被胡掌柜亲自引到了包厢里，几番寒暄后，各自心里都有个底。方老弟，这点心确实和别的不一样啊，蓬松软绵，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啊。那可不是，不瞒您说，这是我家那口子做出来的。我媳妇儿呀，那做饭的手艺是十里八乡最好的，再加上我有这么一个馋嘴闺女，这一琢磨俩琢磨的，就做了这么一个新奇的点心。方南之闻言，配合的笑笑。这可费了老多料了，糯米粉、牛奶、上好的白糖，那都是金贵东西。我瞅您这酒楼是八方来客，来的人呢也都是有身份的，这些贵人呢才爱吃这些金贵的。糯米粉这个是他乱说的，总不能唠嗑给配方唠出去吧？不知道方老弟这蛋糕怎么卖的？本来他们酒楼就是要和一些点心铺合作的，不过这么多年来一直老花样，偶尔换点新鲜的也不是不行。现在这个大小一块50文。方彤毫不客气报价，但心里没底，这价格是他在成本上翻了一番，又按照现在的吃食涨幅翻了3倍，可以说绝对的奸商。这个定价高了些吧？这一块点心都没有半斤吧？要知道酒楼对外出售是要再加价的，总不能赔本赚吆喝。那胡掌柜，这账可不是这么算的。方彤清了清嗓子，我们家这点心吧，它跟别家不一样，这本来就是卖给富贵人家的，除了口感上，您再琢磨个花样出来，那不就更能讨贵人的喜吗？见胡掌柜没懂，那比如这方方正正的蛋糕，你给它切圆喽，再往上面摆上一圈果子，再比如从中间一切2半，加点东西呢。这俩主意还是他在牛奶制品的示例图上看的，虽然他不明白是啥，但看着却是比光秃秃一个蛋糕好看，其中还涉及到奶油啥的，等蛋糕生意成了再研究也不迟。他当然很清楚摆盘的艺术。嗨，那也是新品，到底能不能有人喜欢可还不一定呢。方老弟是实在人，不如给个最低价。哎呦，胡掌柜，不是我不讲究，这换在以前呢，咱这点心确实没这个价。但现在是啥情况啊？这多少人家都吃不上饭了，这外头的米面粮油啥都涨价，我们这蛋糕啊，定价不高点，那就是赔本赚吆喝了。说着，他还给闺女使眼色。胡叔叔，我娘做蛋糕可辛苦了，做一锅要2-3个时辰呢。胡掌柜这个年纪自然是儿女双全，但也没见过这么机灵可爱的小丫头，一时有些心软。这样，胡掌柜，您好歹是我第一个客人，我给你45文一块，真不能再少了。45文，同样不算便宜啊，外面的肉也就是这个价格了。胡掌柜沉吟了下，行，这样我先订个3天的，每天呢你给送20块，至于3天后，咱等等这几天试卖的效果咋样？行。双方一谈好，因为是3天的短期供货，所以没立字据。方彤给聚香楼留下了10块蛋糕，才牵着闺女出来。当然也没忘了应承给店小二的。都说阎王好见，小鬼难缠，不守信诺。店小二在从中作梗，影响了以后的买卖，那就得不偿失。多谢小哥了。客气了不是，方大哥。店小二一脸的不好意思，但收好处的手可没停顿。放心，要是有客人来店里，我保管给他们介绍一下这蛋糕。兄弟，这情分呀，我记下了。虽然这父女俩穿的和普通乡下人没区别，但为人处事就是有种不一般的感觉。有了聚香楼的订单，再去他狐朋狗友干活的酒楼就多了不少底气。嘿，又没客人，还装模作样干什么？切，这个姓程的来店里才几天，天天那么勤快，还被掌柜的撞见过2次，就被夸了。哼，这小子绝对故意的，给他们上眼药呢。你管他，让他干呗，咱俩还能歇会儿。对了，小虎，一会儿去后院把柴劈了啊。程小虎动作一顿，少年脸上有点不服气，又压了下去。小虎叔，我来找你玩了。爹爹在城里有不少朋友，但他和小虎叔最好，俩人是一起被狗追了2条街的交情。方大哥，芝芝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吃饭了没有？要不我请你们一顿，我昨个刚发的工钱。瞧给你嘚瑟的，你有几个钱啊？还请客，都老实留着吧。你哥我入赘了，回头啊，让你嫂子给你物色个好姑娘。小虎说，我娘人可好了，眼光也好，肯定给你找个漂亮的媳妇。小丫头人精一样，知道在外得喊娘，至于私下，她有点不好意思，在等她适应的。方大哥，你这成亲办酒咋没叫我？不把我当自个人？哎呀，这不闹灾荒呢，拿啥办酒啊？过段日子的。一听是这样，程小虎不好意思笑了笑。方大哥，你来县里有啥事啊？要不我请8天假给你帮忙去。不用的，小虎说我们是来卖好东西的。方南之从爹手上拿过竹筐。小虎说，你看这点心叫蛋糕，又香又甜，可好吃了，我娘做的。程小虎咧嘴一笑，刚想顺着夸2句。小虎啊，咱这酒楼的客人啊，都是有头有脸的，
你可别把什么泥腿子亲戚都往店里带。来饕餮楼卖点心，笑话！给咱酒楼供货的可是摘香阁，赶紧滚！什么阿猫阿狗的也敢进来？他之所以底气十足，就是因为摘香阁这个单子是他叔亲自给酒楼谈下来的。平时挤兑他没事儿，但是凭什么说他方大哥啊？还有芝芝，给你们脸！哟，怪不得这饕餮楼没生意呢，原来是养了2条脾性大的狗啊！你敢骂老子？宋胖子当即站起来。你可别胡说啊！我方童是个老实人，从来不骂人，但是对狗就不一定了。毕竟有些狗啊，这狗眼看人低，这毛病啊得掰正。对，你们才是阿猫阿狗！我家的蛋糕都卖到聚香楼了，哼，不识货！就你们这眼珠子，白长，这辈子都吃不上俩菜的。后半句是小丫头围观村头婶子们掐架学来的。放你娘的屁！泥腿子带个赔钱货，敢来饕餮楼撒野！宋哥，说不定这父女俩是来酒楼耍无赖的，给他们轰出去吧。还有那个小伙，我看他勾起俩泥腿子，不知道想做啥，不如一块赶走得了。最近饕餮楼生意不好，他怕店里用不上这么多小二，掌柜明显更满意程小虎，说不定到时候酒楼就不用他了。你们敢！刚才方大哥拦着他是怕他出面得罪人以后在店里干不下去，但让方大哥在他干活的地方受气，那比打他一顿还难受。掌柜说了，不管什么人，今天都是客人，你们是不把掌柜放在眼里吗？我呸！你算个鸡毛！他掌柜呀，宋哥，你当宋哥没脾气啊？宋胖子嚣张惯了，确实不爽，撸了下袖子就上前来。就这破玩意儿，还好意思往酒楼送？滚！老子做主了，这东西饕餮楼不要，你们赶紧滚，别脏了地方。说着，宋胖子随手一挥，就要掀翻竹筐。见势不妙，率先一步拎起木桌上的竹筐，往闺女手里一塞。这东西多金贵，可不能毁了。不要拉倒，老子点心是给人吃的，本来呢这狗也就不配，可惜了，这么大的饕餮楼，掌柜不在家，恶狗当大王。你小子想挨揍是吧？咋的？你还要动手啊？店大欺客呗。打架这事对他来说家常便饭，虽然今天情况不一样，但是对方敢动手，他就敢躺下讹钱。方南之同样有经验，从门口顺手抄几根1米长的棍子，看向胖大叔的某处，这次棍子长，肯定能一击击倒。你敢动老子大哥，先过老子这关。这段日子他没少欺负这小子，他总是3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来，这会突然这么有种了。哼，这下好了，这小子彻底得罪人了，肯定混不下去了。你小子飘了，被掌柜夸了几句，还真当自己是个人了。程小虎的目光前所未有的冰冷，干脆利落的一脚踹了出去。老子是新来的，在店里没背景，就由着你们欺负了。但是我大哥是你能动的吗？而周侯的小腿被踹中，剧痛传来，他直接单膝跪地。程小虎，你居然……话还没说完，大厅的吵闹声已经惊动了后面的人。干什么呢？掌柜就出去一会儿，你们几个崽子就不能安分点啊？等客人来了看见，像什么话呀？程小虎，是不是你又惹事儿啊？别忘了你家送了多少钱才让你进酒楼干活的？这俩人是谁？你的狐朋狗友打秋风来了，赶紧撵出去！真当酒楼是你们家了？能进大酒楼跑腿，确实是家里花了钱走的后门。爹娘怕他进来受气，在他当小二第1天，就给掌柜还有后头大厨们送了些自家种的菜啥的。宋大厨哪能看上？话里话外，他几个学徒每年都给他孝敬2条肉，可家里哪还有钱买肉？就是有，他又不干学徒，用得着巴结宋大厨。但从那以后，宋大厨就看不惯他了，处处刁难。他们是客人，不是打秋风的。哼，他们客人买得起店里哪道菜啊？程小虎还想说话，但方彤眼神阻止。他来这里是为了走后门做生意，但是也不能连累兄弟丢了饭碗啊。行，我算是长见识了，怪不得你这酒楼比不上人家聚香楼的名头香。说完，他拍了拍程小虎的肩膀，回头拉了闺女就要走。买卖不成仁义在，等以后的这几个货肯定后悔。别，吃不到是你们没福气。父女俩要走，程小虎心里不是滋味，忙跟了上去。方大哥，今天运气不好，掌柜不在，不然明天你再来一次。掌柜在的话，我给你引荐一下。方大哥，对不起啊，今儿个你们是被我牵连了。胡说什么呢？你这平日里是不是总受气啊？不是，你咋没跟我说过呀？这咋说呀？酒楼的活好不容易寻来的，只能忍忍了。这事儿回头哥给你想办法。蛋糕的事呢，你就别管了。刚才我们确实和聚香楼都定好了。真的？聚香楼要咱这蛋糕？骗你干啥呀？是真的。小虎说你一会儿回去后别和他们来硬的，要苟着点，用阴招对付他们。行。论耍阴招，他绝对在方彤的狐朋狗友里位列前3。程小虎的父母都是老实人，或者说懦弱过了头，
但他爷爷程老爷子是个能耐人，一辈子兢兢业业，给独子留了不少家业。但程父程母两口子守不住啊，老爷子去世后，村里谁家有个3长2短都来借，两口子不好意思拒绝，硬是把家产借出去七七八八，族人可没打算还过。连带着程小虎从小也在村里受欺负，小时候他想不明白，那些人耕了自家的田，占了自家的牛，怎么还总是看不起他们。后来遇到他方大哥，他才明白过来，有些人就是白眼狼，对于狼你就得打死打残，对方才能怕了你。所以14岁的少年在方童帮助下隐忍了几个月，收集了证物，直接把宗族状告上衙门。因此程小虎算是一战成名，好在县令清廉为双方调解，让程氏一族归还所有侵占的财物田产。虽然把东西要回来了，但程家在村里彻底待不下去了。程小虎干脆把村里的田产全卖了，在县里买了个小院子，带父母住下来。黄大哥，要不然去我家吃饭吧，我爹娘总是念叨你。不了，今儿个还有事呢，我先走了啊。方童摆手，又往店里看了一眼。宋胖子正和他叔嘀咕啥，估摸没憋好屁。你当心点，实在不行啊，喊哥几个给他套麻袋去。他在县城里的混子兄弟干这事最擅长，只是没到万不得已，还是别用这法子，毕竟程小虎还得在酒楼待下去。放心吧，大哥，我心里有数。有啥数啊？当初要不是他拦着，这小子手上都得沾上族人的命。行，那我走了。到了闹街，晌午了，闺女肚子都响了2回了，出门带的饼子，来的路上就吃了，一点不抗饿。方南枝的目光落在肉丝面的摊子上。哎呦喂，我的闺女啊，再看眼睛都红了，前个不是刚吃过肉吗？嘴上这么说，手上动作却很诚实，已经摸上了钱袋子。出门前，钱凤萍给了他些铜板，还有聚香楼那里留下的10块。吃一碗面也不是不行，就是家里还得囤粮啊。耶，我不馋，吃馒头也行，但我觉得买了馒头来这里吃更香。成，迟早给他闺女肉丝面管够的。父女俩往前几步就是卖馒头的。馒头2文钱一个，肉包子4文钱一个，客官要哪个？2文钱。以前不是1文钱一个吗？不过想到灾荒，他的蛋糕也没少卖钱。要2个馒头。好嘞。摊主麻利的不得了，方童当众就脱鞋，一股酸臭味传开，然后他从鞋底抠出来4文钱。摊主一时有些犹豫，该不该接？主要是你好歹避着点人。最后摊主是拧着眉头接的，接过后往兜里一塞，立马去洗手。方南枝也有点嫌弃爹，一点不优雅。爹，你这样可不行，太埋汰了。你都是有媳妇的人了，让婶婶知道了，该不要你了。行，知道了，爹改。这事你回去以后可别乱说啊。刚成亲没多久，谁还不要个形象了？父女俩走了。我没听错吧？都有媳妇了，还勾搭孩子婶婶，这没人管管。算了，我就一卖馒头的，哼，也没办法。还别说，闻着那香味啃馒头，感觉馒头也有肉味了。一大一小吃饱喝足，又绕路回正街。今儿个带来的蛋糕还没卖完，总得再试试。这次方童的目标是茶楼。方南枝一进来就注意到了，小跑几步到了柜台边。小姑娘看得懂？还不会呢，哥哥说以后教我。哥哥还说会打算盘的都是很厉害的人。掌柜叔叔学了多久啊？这姑娘倒是机灵，直接看出她是掌柜了。我这可练了好些年呢，你要想学，可得先认字才行。哥哥说起码要学会《论语》，再学打算盘呢。这小姑娘家里有读书人呢。他在顺势往后看去，随着小姑娘进来的汉子长相清瘦，眼底透着精干，可没读书人气质啊。难道是全家勒紧了裤腰带，供了儿子读书？哦，那你现在学到哪儿了？你哥哥在哪个书院啊？我3字经才学了一半。方南枝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我哥哥学了好多，他不是书院的哦，他亲爹是秀才。亲爹是秀才？所以这位是后爹啊。掌柜叔叔，你说的书院很厉害吗？小丫头没忘记，她有个强制任务没完成，要帮哥哥读书的。是啊，县里一共3个书院，其中松鹤书院院长可是举人老爷，是最好的书院。叔叔，举人是不是比秀才还要好？一定让哥哥好好读书，肯定得比大伯强才好。这闺女真是的，逮着谁都能唠2句。让掌柜笑话了，我这闺女啊年纪小，不懂事，叨扰您了。哪里的话，我倒是觉得小姑娘机灵得很，不知客人来此是。方童这才把竹筐拿出来，介绍蛋糕。万掌柜试吃后没太犹豫就定下了，也先定了3天，每天要30块，价格商议的和聚香楼是一样的，还把方童剩下的几块都留下了。嘿嘿，赚钱了！哎呀，得赶紧回家才好。
掌柜叔叔发财，下次见。一起发财，不过你年纪小，得多读书。出了清风楼，等走远了，闺女啊，这跟人唠嗑没问题，嘴甜点呢也是好事。但是闺女，咱可不行太实诚，你刚刚啊就几句话都快把咱家的底子都说完了。他是混混，没读过书，不知道大道理，但是他知道这刚认识的人相交都得防备着点，有的人就是认识久了也不能交心呐。爹，我们去鹤松书院看看吧。去那地方干啥呀？去看看宋哥哥读书呀，哥哥也去什么科举，肯定比大伯厉害。芝芝啊，你哥的腿还不知道能不能好吧？如果这腿好不了，好像是不能科举啊。方南之一听，小眉毛都拧了起来，想到什么，他眼睛一亮，拉了拉爹的衣角。方彤配合的弯腰，小丫头就趴在他耳朵边说了系统哥哥给了1日回春丹的事。那也不行啊，这考中以后还得人情往来啥的，到时候总不能还坐轮椅吧？这传出去了是要让人怀疑的。就比如他大哥刚考过县试那会儿，隔3差5出去应酬，没见他应酬出门道，但是里外里花了不少银钱。看来系统哥哥这次给的任务不好完成呀。没事儿，先看看咱蛋糕的生意咋样，等赚钱了呀，自然带你哥哥去治腿。好，爹你到时候可别抠门。嘿，你这叫什么话呀？你爹我对自家人什么时候小气过？这糟心孩子。方南之忙讨好一笑。不过那个什么回春丹咱也别浪费，找个机会试试也好，要是真的有用也能应个急。木山村秦家小院。恭喜宿主健康值积累100，宿主是否要尝试站起来？这么多健康值都是我教小丫头认字一点一点积累的。是。叮当，激活成功。他深吸2口气，让自己平静下来，才双手撑着轮椅，一个用力，他站起来了。他以为后半辈子只能做个残废，秦燕强忍激动，试探性的迈出一步，久违的脚踏实地感觉让他十分安心。但下一瞬，他腿上的力气仿佛被抽空，然后身子一软，又倒在了轮椅上。系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宿主不必惊慌，这是正常的。当前健康值太低，每天只能有1秒的站立时间，请宿主多做任务。健康值提高到1000后，宿主站立时间提高到1个时辰。系统，从我脑子里离开。宿主知道你很急，但您先别急。当初您悬空20米摔下来，以当前的医疗水平，您的腿是注定要终身残疾的，所以需要消耗极多健康值，才能用远超于时代水平的方法让您恢复健康。他摸了摸自己已经有知觉的腿，也罢，不管怎样，系统是给了他站起来希望的，他何必急躁呢？还在县城的父女俩这会儿刚采买结束，在城门口坐了驴车，一人2文回去的。好在驴车不是木山村人的，只在村口就停下了。这会儿已经傍晚，是各家吃晚食的时候。方彤可不敢大张旗鼓带这么多粮食，父女俩开始伪装。好在10斤面粉他让粮铺分开装了，直接塞进裤腿里，裤脚用绳子绑得紧紧的，防止掉出来。至于白糖，方南之直接塞进衣裳里头，衣裳本就做得宽大，一点不显眼。最后是鸡蛋，这玩意不好藏，一个弄不好就碎了。还是方南之干脆在路边摘了不少杂草，杂草就铺在鸡蛋上，厚厚一层。然后父女俩对着调整了下神态，你帮我脸上抹点黑，我帮你给衣裳补丁高显眼点，然后大手牵小手进村了。哟，老三回来了，这是领闺女哪儿去了？弄一脸土。这段时间，因为方彤又发现栗子，村里人都夸他还送东西，律师舍不得送，前几天还和钱凤萍拌嘴呢，所以没少被当家的念叨。我带闺女去县里逛了逛，先回家了啊，吕嫂子。哟，去县里买啥好东西了？家里都揭不开锅了，还去县里逛，这给他嘚瑟的。老三呐，这摘栗子你不去，活都让钱氏干了，你领着闺女。吕氏已经看到筐里的东西，你爷俩进城要饭去了，弄一堆杂草，难不成是要回去吃？他还想伸手去翻洞匣，方彤眼疾手快躲开。嘿，吕嫂子，你这说啥呢？我这草是拿回去喂牛的。都乡里乡亲的，你瞒着你嫂子做啥？是不是钱凤萍不给你们妇女吃粮了？要我说，这媳妇儿就得打。老三呐，哪怕你是入赘的，也得硬气，知道不？吕大哥，吕大哥，你快出来！嫂子跟我说，他媳妇儿就得一天揍3顿，不然不老实。我这也不懂是啥意思。吕大哥，你出来看看，这嫂子是不是皮痒了？院子里正歇着的吕大棍听到动静，就抬腿往外走。这老婆子咋3天2头惹事儿啊？都说了，眼下村子都看方老三不一样了，还总咒着人家干啥？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，我看你是不饿，还不快滚回来干活，再折腾给你送娘家去，刚好给家里省口粮食。本来还想辩解2句的吕氏，一听回娘家，立刻不敢搭腔了。老三回来了，你嫂子这人脑子糊涂，你别跟她计较啊。
嗨，哪儿能啊，都是一个村的，就是嫂子拦住我唠嗑，还给我唠饿了。吕大棍还在琢磨这话啥意思。吕叔，你家吃饭呢？吃啥好的嘞？父女俩还想在自家混饭，这哪行？他家都吃不饱。于是吕大棍动作利落，拉着媳妇往后退。没啥好的，凑合吃。芝芝啊，天不早了，快跟你爹回家吧。话音落下，门也关得严严实实。爹，吕婶婶好像不喜欢婶婶。以前他就听说过，秦燕腿没断时候，当猎户不仅长得好，还赚不少钱。村里不少姑娘都有那个意思，哪怕秦燕身上背了个亲事，也拦不住人惦记啊。这吕氏有个小闺女，生了2儿子，才得一个闺女，还算疼她。这闺女比秦燕大2岁，就相中她了，没少闹腾。吕氏没法子，去找了钱凤平，话里话外暗示和方家退了亲事。钱凤平不愿意毁了诺言，就拒绝了。然后吕家小闺女就搞1哭2闹3上吊那套，吕氏可急坏了，就恨上了钱凤平。不过秦燕这孩子断腿还治不好的消息传开后，吕家闺女就很干脆的嫁人了。这有些人呐，天生就这样，跟你大伯似的，看不得别人好呗。我以后可得离这样的远点。哥哥说了，要远小人，近君子。父女俩往家赶，倒是也遇见人了，不过打个招呼就完事，没几个吕氏那么手欠响动筐的。娘，你觉得方叔如何？这话一般不都是当爹娘的问儿女的吗？这怎么反过来了？挺好的，大人的事儿娘心里有数。秦燕也没再追问，其实只要娘满意就好。她从没想过娘得为爹守一辈子。古怪的气氛没持续多久，院门打开，方彤父女俩回来了。咋这么晚啊？这饭菜都凉了，我再去热热。先别忙活了，金可是做了2笔大生意，他都憋一路了。回屋，咱回屋说。一进屋，父女俩就开始从身上掏东西，白糖、细面、鸡蛋，这么多东西一摆出来，钱凤平和秦燕却是懂了。方彤得意一笑，就把聚香楼和清风楼单子怎么谈下的说了一通。不过他给自个说的强势很多，方南枝也补充，突出自个的机智。芝芝，你可真厉害，随3弟了。他们说弟弟都像哥，我是不是也会很厉害？不是，啥玩意儿？这弟弟像哥，我最差也得像爹吧？不过我爹好像也不咋聪明，说不定啊，我这脑袋瓜子是方家祖坟冒着青烟才长的。对呀，二伯也超厉害，力气大。那下次我也要去县城。哎呀，二哥，你这伤还没好呢，老实待着。秦燕咳嗽2声，见众人看过来，所以聚香楼20块订单，清风楼30块，一共50块，明天就得开始供货了吧？对呀，哎呦，你看我这脑子，咱今天晚上就得做出来。行，我这……钱凤平是最实干的，就要去造房，却被方彤拉了一把。等等，不急，一会儿吃完饭一起弄。现在呀，还有最要紧的事呢。直接开始从衣裳里头掏铜板，一把一把往桌子上放。其实之前这些钱是被他分开放，鞋底有一部分，里裤有一部分，剩下的才在兜里。但这不是被闺女提醒过注意形象吗？在村口趁着没人，他给都放兜里的。发财了，爹爹！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且往后看。最后全数出来有310文。其实今儿个带了15块蛋糕，一块分开给试吃了，14块卖了630文。买糖花了100文，细面花了80文。鸡蛋本来5文钱一个，但方彤砍价了，最后买了30个，花了140文，总共花了320文。其实也不少了，做1锅蛋糕，其实也就3两面粉，2两糖，这奶不要钱，就是费鸡蛋。最后算下来，这1锅成本在70文左右，但是1锅出的蛋糕能切8块呢。也就是说，1锅蛋糕净赚个290文，而方彤已经定出去50块，每天做7锅蛋糕，还有剩下的，每天能赚1800文左右。这生意能做，至于每天多出来那锅也没事儿，留着吧。这1天2天坏不了，还能卖，要实在怕不好，也能自个儿吃。自家可是养着大小2个馋鬼呢。嘿嘿，这都不算事儿。等我送货的时候啊，看能不能找富贵人家单卖。啥家庭啊，天天吃蛋糕，赚钱的事儿才刚开个头，还不到享受的时候呢。一家子兴奋完，方彤去把早就做好的饭菜热了下。等吃完饭，就忙活起做蛋糕这事。方彤接过了打鸡蛋的活儿，这活儿费胳膊，而秦燕生活，琢磨一锅一锅做，别的不说，费时间。明哥，我多做几个篦子吧，全摞上去，到时候能一次出7大锅。哥哥就是聪明，我看县城里卖馒头的叔叔就这么干的。方彤2口子也没意见，不然做7锅得熬到后半夜去，白天还有不少活呢，今晚是来不及了。方南枝在第2锅时候就昏昏欲睡了，也不偷吃白糖了，差点身子一倒栽进面盆里。好在钱凤平给他抱住了，直接抱小丫头回屋睡觉了。然后秦燕也被赶走了。10几岁的少年还能长个儿呢，总熬夜可不行。
两口子赶到半夜才全弄好了，感觉多来几次容易废了。他想要个劳力给干活，回屋后目光就在七二哥身上停留了很久，最后还是良心占据了上风。睡了2个时辰，方彤就爬起来了，钱凤萍也打着哈欠起来了。他在后院简陋搭建的柴房里忙活了好一会儿，推出来一辆破旧的手推车。这孩子他爷奶留下的，后来一直不用，就堆在柴房角落里了。钱凤萍解释，然后去生火烧水。没一会儿，两人把蛋糕装进3个筐里搬上车，最后方彤揣了一兜子烤栗子，1竹筒牛奶，加上粗粮馒头就出发了。等到了县城都2个半时辰后，而这会儿方南枝才从炕上爬起来。不远处草棚里奶牛哞哞的叫，方南枝彻底清醒了，穿好衣裳就往外跑，拿了草去喂牛。这草是钱凤萍每日上山顺手割回来的，放1-2天还挺新鲜。奶牛低头吃饭，方南枝摸了摸他的头就走神了。昨天那家肉丝面摊主吆喝用的是肥猪肉，他吃过猪肉，也喝过爹搞来的羊肉汤，但好像还没吃过牛肉，不知道牛好不好吃。方南枝看着奶牛咽了咽口水，这孩子看牛吃草也馋。芝芝啊，快过来，早试好了。他招呼完转身回了灶房，准备给小丫头加个蒸蛋，别再馋坏了。来了，婶婶。灶食不算丰盛，但有牛奶和蒸蛋就是顶顶好的。小丫头很懂事，蒸蛋坚持4人平分，每人也就1-2口，但都很满足。吃完饭，钱凤萍就要上山，方南枝拿了小号背篓，跟着在他屁股后头就要走。芝芝，昨个你就没认字啊？哥哥，我从山上回来就学。方南枝承诺，但身后的力道一点没小。哥哥，你懂事点，我去给你摘栗子吃，这是正经事。不许没大没小，娘上山哥哥腿脚不便，二伯的药咋办？芝芝是不是不想和哥哥玩了？没有，我最喜欢哥哥了。看儿子成功把芝芝忽悠住，钱凤萍放心的走了。钱妹子，听说你家方彤天天出去混，你不给他们父女俩吃饭啦？还打算休夫？可不能这样啊！老三不正经了点，芝芝那丫头可还小呢。再说了，你守寡多年，好不容易有个归宿，可不能胡来。啥跟啥啊？方彤就是又懒又馋又奸，但人不坏。你们刚成亲，得互相包容不是？依我看呐，咱村儿快来的那个周家，周管事还在村里招短工呢。你让老三也去，能赚点钱，还不能让他鬼混去。胡大姐，你们说啥呢？我啥时候要休夫了？你就别嘴硬了。昨个老三父女俩不是进城了吗？是卖闺女没卖出去。要我说，你这事儿不地道呀。胡大姐，我咋会卖芝芝呢？我家就是真揭不开锅了，卖房卖地，我都不会卖孩子啊。看钱妹子这样子，不像是假话呀。村里都传遍了，说你不给老三父女俩吃饭，逼着他们要饭去，还要卖了芝芝，不然就休夫。这谁瞎传的呀？我咋能干这种事呢？我和方彤日子过得好好的，芝芝那孩子我也稀罕得紧。不知道，都传遍了。哎呀，不是真的就行。钱妹子你也别生气，等我空了的帮你打听打听啊。钱凤萍应下，还道了谢，心里窝火的很。弟妹呀，咋一个人背这么重？我帮你抬着点哈。说着就要上手碰麻袋。不用麻烦，嫂子手里拎的筐也不轻吧？没事儿，弟妹，咱俩就是相处少了，日子长了就知道了，嫂子就是个热心肠。钱凤萍淡淡应了声，就不往下说了，瞪着俩眼珠子盯着他，何氏被看得毛毛的。这咋不按套路来呀？不得接着和他客气吗？老三又没来摘李子呀，是不是也没去州管事儿那干活？这个老三，等见面我得好好说说他。虽然是入赘了，也不能全指着吃软饭呐。行，那等晚点嫂子上我家当方头面说。那等有空的。忙转移话题。说起来，老三以前也不赖，就是芝芝他娘活着的时候，尤其是怀孕那段时间，老三可勤快了，白天在县里打短工，晚上回来给媳妇儿洗衣裳呢。边说话边看钱凤萍表情。是吗？那是老太太会教儿子，大哥是不是念完书后也给你洗衣裳啊？过去的事过去了，总说什么？要是让人听着了，还以为咋回事呢？咋可能？他还得每天忙完给当家的洗脚。正因为这样，何氏才对芝芝娘念念不忘。她是读书人娘子，村里谁不高看一眼？但背后她还得伺候男人照顾孩子。但芝芝娘一个臭逃荒的，被方老三宠上天了，都是方家儿媳妇，凭啥？看了眼钱凤萍，莫名就平衡了。你大哥是读书人，马上要参加府试了，哪能干女人的活计？弟妹呀，
嗨，我这也没有多少栗子，带回去都不够2顿的。俩儿子还给你家开荒呢，开荒是力气活，不能饿着。你看要不……对呀，嫂子你说的是啊，两侄子最近都累坏了，又是大小伙子的，这点哪够吃啊？说一半，他还停顿了下。要我说啊，老三就是故意折腾孩子。不过我俩这也刚成亲，我也不敢管多了。他也觉得老三当倒插门，心里存着怨气呢，能和钱凤萍处好就怪了。不然这样吧，侄子呢也是给我家干活，不然中午就在我家吃饭吧。钱凤萍继续再次看向竹筐，嫂子，你这筐里的栗子，不然就冰到我的麻袋里。啊？啥意思啊？嫂子，你别瞎想，我是要回去做饭了，把咱俩的栗子都带下去，你拿着空筐还能抓紧再摘点。等晌午了，你就和两侄子到我家来呗。吃完饭啊，这栗子你再拿走。这些话要是换成方彤来说，何氏半个字都不会信。但是钱凤萍顶着一张老实人的脸，上次他还占过人便宜，何氏就犹豫了。那啥，弟妹呀，你也知道，老三性子古怪，怕是不喜欢我这个嫂子。嗨，嫂子，我也不瞒你说，方彤最近啊早出晚归的，晌午可回不来。行，要不说好妯娌比亲姊妹都靠得住呢。都没太迟疑，就把栗子倒进麻袋里，还想着等回头分的时候他多顺出来点，谁也不能说啥。今儿个总算能早点回去歇着了，还请吃饭，这嫂子怎么还当真了？还有栗子，谁拿你东西了？有人看见吗？嫂子可不能看我性子好就老欺负人啊！切，上次抢我山药那事儿，我还没跟你计较呢。县里，方彤正站在一处大院子后门外。嘿嘿，大妹子有眼光，您买这蛋糕给老爷夫人们吃，那绝对差不了。哦，行啊，大哥，我这先买一回试试啊。要是主人家喜欢，你可还得给我送这点心。方彤还不到30，他喊人大妹子是嘴甜，也没想到夫人真感应，还喊他大哥。没问题，大妹子。厨娘高兴，一扭身走了。方彤这才松口气，看来他真是做生意的料啊，不仅给多的蛋糕卖出去了，今日他还谈了另一桩好买卖。方彤心里美，抬头看了看日头，琢磨事都办完了就回家吧，还能赶上晌午饭呢。聚香楼，一身着绸缎的公子手上拿着折扇进来了。林公子这么早就来了，我这就让灶房生火，您还是去2楼包厢吧。林家是县里数1数2的人家，不仅田产商铺多，据说还和府尹有亲戚关系，就连县令平时都给几分面子。不急，我听说你们这儿有种新点心，口感松软。昨儿个他才开始卖蛋糕，名气今儿个就打出去了。确实有，刚好有一早送来的新货。有机灵的小二就端了一盘子切成方方正正小块的蛋糕上来，林公子拿起一块尝了尝，味道不错。你们这有多少？都是这么小的？嗨，爷，我们进的货呀都是整块的蛋糕，这不是方便贵人们入口吗？整块的，给我来10块整的吧。我祖母牙口不好，咬不动硬物，偏又喜欢甜口，这蛋糕刚好合适。是，林公子孝心可嘉呀。掌柜忙恭维，让人赶紧去打包。临近晌午，高县尉提前下衙回来，近来因为安排灾民活祭仪式，忙得脚不沾地，今个难得清闲，能早点回府。天气炎热，干脆更衣后去了花园小坐。下人们有条不紊地摆上了茶水点心，高县尉品了口茶，感受着徐徐清风，这才觉得惬意，随手拿了块点心，几乎入口即化，淡淡奶香味传来。爷爷，抱抱。瑞儿怎么来了？瑞儿想爷爷啦，抱。胖小孩扑进他怀里，咯咯笑，还不安分地伸出小胖手揪住了爷爷的胡子。瑞儿啊，松开胡子，爷爷给你点心吃。高瑞小朋友虽然长得白白胖胖，但是很挑食。小胖手一摸到点心，高瑞就皱眉，黄黄的不好看，但是爷爷给的，胖小孩勉强往嘴里塞。这里祖孙和乐。等日头更大了些，有下人来请用膳，高县尉抱着孙子要走，这才发现今日的点心竟是不知不觉的被吃完了。撑不撑啊？不撑，还要吃，好吃。不撑就怪了，让人准备山楂水给小少爷。对了，这大厨新研制的点心是谁做的？当赏。难得孙子有个喜欢吃的，可见厨房是用心了的。下人也不知道啊，当即小跑着去问。不一会儿，下人和厨娘直接去了饭厅。回禀老爷，奴婢不敢鞠躬，这蛋糕不是厨房做的，是奴婢买的。买的？这点心叫蛋糕？在方彤一家子不知道的时候，蛋糕慢慢的有了名声，而现在方彤已经蹭着驴车到家了。城门口遇到李家的车，非要捎他一程，怎么推拒都不行。
当然，方彤也只是假客气来着。这次李老大还是不肯收钱，说他最近县里往返，可是听了不少事，好几个村都饿死人了。其中大李村有一家子，夫妻俩省粮食饿死了，地下大儿子和闺女也饿死了，就剩下一个7、8岁的娃子，还不知道咋活。木山村现在还没出现饿死的，甚至还有人家种地，都亏了方彤发现了山药和栗子，这算是大恩。李老大直接承诺，驴车以后都白给方彤做。方彤没招，琢磨一会儿给李家送点牛奶，还有古郎中家3天2头麻烦人送点奶吧。高曾祖不儿身，这是他闺女念叨呢。二伯，你姓字又少写前面了，补上。家里纸墨笔砚只有一套，因此秦燕做了个沙盘，让二伯和芝芝练字先在沙盘上，等写得好了再试着在纸上写。为什么一个字要那么多笔画？燕哥儿，我累，不想写。我是长辈，你得听我的。秦燕深呼吸了下，前2天他给小丫头讲尊长爱幼时候，二伯听了一耳朵，别的他没听懂，就记住自个是长辈，得尊敬他。二伯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好。方彤听着没忍住笑出声，咋这么早就回来了？不会是人家酒楼茶楼反悔了吧？今天就送货，卖完就回来了，多出来的几块也卖出去了。走，回屋数钱。钱凤萍跟着高兴，他俩一进屋，三弟弟妹，两人都一副解脱的样子。秦燕无奈也不教了，这次数钱主要是方南之忙活，方银也想，但他数不明白，只能帮点倒忙。今儿啊，不仅是把蛋糕卖了，还又谈了一桩生意。他从兜里掏出来几颗没吃的栗子，就是这个，我吃的时候啊，被清风楼的万掌柜给瞅着了，他尝了尝，想要一些，说这东西啊，能和瓜子啥的放一块卖。咱的栗子虽然顶饱，但在味道口感上恐怕很难让贵人们感兴趣。今儿个方彤还有幸在万掌柜那儿尝了下人家的瓜子，有咸香的，还有甜口的，确实是好吃。这东西金贵，他以前都没吃过，相比来说，自家的栗子是差点意思。可以糖炒栗子呀。当时发现栗子，系统哥哥说能吃，一下子给了好几种法子呢。只是烤栗子最简单，也不费别的料。怎么炒啊？芝芝知道吗？方南之刚想回答，一抬头对上了亲爹的眼神。大概是做糖葫芦那样。行吧，这明显是不知道了，这也正常。栗子能吃都是最近发现的，小丫头咋也不会知道太多吃法。倒是秦燕看了眼小丫头，又看向方叔，总觉得两人怪怪的，但他什么都没说。这样啊，那咱下午就试试呗，反正白糖和栗子家里都有。一家子没意见。等方南之数完铜板2520文，一天赚了2两半，全家人都激动起来。高兴完，钱还是给秦燕收着。不过秦燕给方彤留了20文，每天去县里总要身上带点钱的。恭喜宿主，当家人持家有方，每日收入达到2000文以上，奖励坚果大礼包1份，奖励健康值加10，健康值累计113，请宿主继续努力。所以奖励还是没有呗？为宿主随机抽取奖励1份，坚果大礼包已到货，请查收。坚果大礼包是啥？一定很好吃。系统哥哥总是白送我东西，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我一定要尽快送哥哥去上学，完成强制任务。只是饭菜刚端上桌子，弟妹啊，饭好了没？不用太丰盛，杀个鸡就行。说着还给儿子们使眼色。哎呀，娘，开荒太累了，我腰疼，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。娘，我也浑身难受。三叔眼下又不是没儿子，咋还让我们给他开荒？胡咧咧个啥？三叔可是你们亲叔，一笔写不出2个方子，你们多给长辈干活是尽孝呢。是啊，你们三叔有儿子了，但这不是燕哥腿脚不方便吗？燕哥往后是你们正经堂兄弟，互相帮衬是应该的。这母子仨好赖话都让他们说完了。屋里不等秦燕有啥反应，方彤直接推开门出来。嫂子，你来我家嚷嚷啥呢？什么堂兄弟，我这都入赘了，顶多算是不咋亲的表兄弟。再说了，我儿子机灵着呢，往后啊大有前程，你那2个蠢儿子就别来拖后腿了，好不好？不是说方彤出去鬼混，中午不回来吗？这不是弟妹请我们来这儿吃饭吗？这好歹是秦家，老三不过是上门女婿，当家的可不一定是他。嫂子，我就是随便客气几句，这会儿谁家都不好过，自家都吃不饱，哪里给得了别人吃饭啊？你也没想到嫂子竟然当真了，这也是做弟妹的不对。钱凤萍说完，看了方彤一眼，还是头一次见前娘这模样，不愧是能养出贼精儿子的妇人。何氏满脸震惊，要知道之前的钱凤萍可不是这样的。弟妹，我吃不吃自然是无所谓，可是你俩侄儿给你家里开荒也不容易，管顿饭可不过分吧？方晴天和方泽田闻言，朝着三叔悄咪咪看了眼。这不成？
他不知道发生了啥，但钱娘明摆着想坑嫂子一下，这种事他入赘随妻肯定得支持啊。嫂子，你也知道晴天他俩之前那不成器的样子，这每天除了招猫逗狗就是在附近撒欢，这大大小小的祸事可没少闯。如今我给你约束着他俩，让他俩没空四处闯祸，这硬说起来，我这还是帮着大哥和大嫂管教孩子了呢。咋的？就这还要到我家来吃饭？不应该是大嫂给我点管理费吗？知道老三混不吝，但没想到脸皮厚到这个程度了。那我们不干了，成天风吹日晒，还吃力不讨好，饭都不肯吃一口。三叔你太过分。我也不干了，我浑身都难受，我们才用不着三叔调教。娘，三叔这是欺负人呢。还调教？当他们稀罕吗？他们在自家地里偷偷懒或者上山玩不好吗？方彤站在一旁攥紧了拳头看着他们。见状，方晴天兄弟俩又想起被三叔殴打的痛感，立马像个鹌鹑似的又低下头。哼，说好的蹭饭呢，还没吃到嘴就得先赔点啥出去了，有没有天理了还？老三呐，你也知道咱家还是爹娘当家，我一个妇道人家，这可不能做主。你如果要讨要这管理费，不如就直接去找爹娘说理去。我又不是傻子，这会儿去了那边，这名声啊我就占不上脸了。老两口能给我就怪了，这去了也是白去。大嫂，知道你抠门，行，我个当小叔子呢，也不好和你计较，赶紧回去吧啊！正是饭点，谁家有眼色的来别人家串门啊？他还不计较？这顿饭没蹭着，还数落一顿，不吃饭也行。把我今儿捡回来的栗子给我，我现在就走。啥栗子呀？哎，嫂子，你可不能瞎说啊！你栗子不是在你竹筐里啊？你自个儿不挎着吗？何氏听到这话，还有些没反应过来。这可是我自个儿辛辛苦苦捡的。不是你让我把那半筐栗子先放你那麻袋里头，然后你替我先拿下来的吗？哪有这回事啊！嫂子，你怎么总是想要占我便宜呢？我们可是一家人啊！上次我辛辛苦苦弄来的山药都被你抢走了，我为了追你还把脚给崴了。这事儿事后我都没跟你计较，想着以后咱们就是妯娌了，拿了就拿了。可这栗子都是我一个人捡的，一个人背下来的，如今你还上门来要，你这也太欺负人了吧！何氏惊呆了。虽说上次山药的事儿确实是他做的，可这次的栗子绝对不是钱凤萍说的那个意思啊！弟妹，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先前栗子可是说的好好的，让我下山来拿，咋的现在就反悔了？钱凤萍却直接背过身去，肩膀还一耸一耸的颤抖。到了这会儿，何氏也是反应过来了，那栗子都够一家人吃好几顿了，他不可能就这么算了。刚准备坐地上撒泼打滚，嫂子，你怎么背地里还欺负我媳妇儿呢？啊，居然还抢我媳妇儿的山药，怪不得他上次回来脚都崴了。嫂子，这事儿你可得给我个说法，不然呢，今儿个就甭想走了。方南枝偷听了半天了，他以为婶婶真哭呢，跑出来张开双臂，直接挡在了钱凤萍面前。大嬷嬷，你坏，我们都不是一家人了，你不能欺负婶婶。钱凤萍没料到小丫头会出来，愣了一瞬。你怎么说话呢你？伸手就要去推方南枝，眼看着何氏的手就要落在闺女身上，一支箭从两人之间穿过，何氏吓得惊叫一声，一个趔趄就坐在了地上。你这孩子怎么能乱放箭？大伯母，我只是不小心失手了。方彤却没打算放过他，分明他已经入赘，族谱上都没名字，但方家还是仗着血缘三番两次来找事。大嫂，行啊，这背地里欺负我媳妇儿，当着我的面还敢欺负我闺女，哼！大嫂，我可还没死呢。说罢，方彤就直接动手了。俩人被揍得吱哇乱叫，还想跑，但他们跑得了吗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俩儿子啥时候受过这委屈啊？爹爹威武，爹爹厉害！等方彤打完，俩孩子已经鼻青脸肿，但方彤还没消气呢。不等何氏反应，他大手一挥，直接顺走了何氏身边的一筐栗子。嫂子，这些栗子就算是给我媳妇儿上次崴脚的补偿了，你没意见吧？真是没天理了，小叔子欺负亲嫂子啊！不远处，秦燕眼神眯起，当即拉弓放箭，一支箭带着冷风，结结实实地落在了何氏脚边。这一下子，何氏就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，半点嚎不出来了。母子仨人一点好处没捞着，还里外里搭进去一筐半的栗子，只能灰溜溜起身准备离开。呸！他妈的晦气！钱娘啊，以后受了委屈可得给家里人说啊！别瞒着我不说。另外啊，就算是被抢了，回来告诉我就行，不用自个儿去追。他还以为自个今天这一出，方彤会对他有意见呢。一家人都没把何氏当回事，抓紧吃饭。等吃完，就开始研究糖炒栗子。钱凤萍把栗子洗了一些出来，晾晒在一旁，挑挑选选。咱这第一次做啊，还是应该少做点，以后多做几次。
方彤听闻点了点头，糖葫芦是山楂直接裹上糖，但栗子不行，栗子得先煮熟啊，不然就是裹再多糖，里头也是生的。让它慢慢煮着吧，我先做点糖浆吧。婶婶，给你。方南芝早就拿了糖，一脸期待地看着。芝芝，累不累啊？去休息会儿吧。嘿嘿，我不累。眼睛就没从那一锅沸腾的水上移开。应该会像糖葫芦一样，又香又甜。方南芝已经开始期待住了，咂巴着嘴坐在一旁，剥好的栗子放进糖水里翻炒，等都挂上了糖浆，看着跟糖葫芦一模一样吧。方彤也蹲在一旁看着里头的栗子。方南芝先给哥哥一个，又跑去西屋给二伯送了个，这才拿着一个塞进了嘴里。莎莎，这个冰糖栗子吃着好甜，比冰糖葫芦还甜。他拿起一个掰开尝了尝，这糖炒栗子，这外面一层皮是最甜的，可里面还是不太入味。另外，这用的糖也太多了，现在糖多贵啊。方彤也拿了一个尝了尝，确实只甜在外面的糖浆上。那要是用糖水煮栗子呢？反正还有栗子，不怕事，往外卖啊，肯定要最好的。这倒也是个办法。起锅烧水，钱凤萍放了糖，尝着味道差不多，先是倒了几碗糖水给孩子们，这才开始煮栗子。方南芝端着糖水小心翼翼地出去，再回来时碗已经空了。方彤扫了一眼就知道是给二哥送去了，他这个当爹的还没喝上一口呢。糖水分少了，下次婶婶多分一碗。不过这栗子啊，等会儿就好了。婶婶，糖水很好喝，栗子肯定也很好吃。自从跟着爹入赘，他的小日子越过越好了。有一点点甜味，没有刚刚那么甜，不对，连刚刚的一半甜都没有。这不可能啊！方彤不信，吃了一个，还真是，这是不是糖放少了啊？钱凤萍抿了口汤，这可不少了，这外头的壳子比里头入味，是不是得剥了壳试试？决定再改变一下做法，失败了几次，他们也逐渐熟练起来。这用糖水煮味道会更好一些，不然就先把栗子给煮熟了，再去做糖水，等糖水都冒了泡，再把这栗子放进去，直接熬干汁水再炒。几人听闻皆是点头附和。钱凤萍小心翼翼地处理栗子，毕竟这是粮食，总做不好。虽然自家人能吃，但还是觉得浪费了，连带着方南芝也一起紧张起来，一大一小的身影，目光炯炯地守在灶台前，逗笑了坐在轮椅上观望的秦燕。等他回过神，方南芝小小的人儿已经捏住了他的指头，就差最后一步了。看着婶婶翻炒栗子，汗都从额头下来了。放心吧，肯定会成功的。好了，钱凤萍擦了把汗，把糖炒栗子端了出来，来尝尝。哎呀，这锅可难洗了，锅上面满是残留的糖渍，看起来黏糊糊。不等钱凤萍动手，方彤就一把拿过锅，先倒进去开水，搅了搅倒出来，一人一碗糖水，然后才把锅拿下去涮。方南芝顾不上他爹，满眼都是色泽明亮了不少的栗子，雀跃地尝了一个。婶婶，这个怎么样？好好吃，这个超级好吃的。秦燕也跟着点头，给钱凤萍剥了一个，确实好吃。我去给二伯送一些。不等钱凤萍应下，方南芝就抱着糖炒栗子进了屋。这方子你可得记住了，不然下次啊就再难做出这么好吃的糖炒栗子了。二伯吃。好吃，甜，好吃吧？嘿嘿。一家子折腾一下午，个个累得够呛，但看着糖炒栗子成功了，这也算没白费辛劳。趁这会儿还早，咱们多做点出来，拿去卖，这点肯定不够。方南芝不知道啥时候跑回来的，也在一旁直点头。又要煮又要炒，这么麻烦，我可以帮忙一起。行，那就再做2锅。方彤在一旁打下手，凡是要力气的活都抢着去干。秦燕和方南芝也没闲着，一手拿着小刀，一手捏着栗子，娴熟的在上面划口子，开栗子壳。没一会儿，小山高的栗子壳就堆在了院内。快歇歇吧。钱凤萍心疼，急忙端出2碗热牛奶。方南芝接过碗，喝完后咂巴咂巴嘴，干劲满满。不赖，婶婶，看我这结实的胳膊。好，那就辛苦我们芝芝了。方南芝似是被激了一般，手里的动作比刚刚更麻利。天色渐暗，真是累死我了，钱可真难赚呀。往日这个点儿，院子里除了几缕炊烟，便只有钱凤萍沉默的身影忙碌。如今有了方叔和芝芝过来，倒添了不少热闹。他摸摸自己的腿，心下些许期待。芝芝忙了一上午了，也饿了，婶婶给你做好吃的。锅刚刷干净，开始做饭。方彤也没闲着，生起了火。方南芝在西屋摆放碗筷，香味透着木板门就飘了进来。这是炒鸡蛋的味道啊！炒鸡蛋好香！方爷爷闻着味儿了，嘀嘀咕咕地喊起来。钱凤萍端着一碗炒鸡蛋走出来，炒了4个呢，你们都吃，还做了些咸菜和糙米粥。
钱凤萍直接夹起最大的鸡蛋放在了方南枝的碗里，又分别给儿子和方银夹。弟妹好，弟妹最好。钱娘，你也吃。见他没给自己留，方彤直接夹给他几块整的，自己收了还剩下零星油水和鸡蛋碎的碗。你这咋成啊？这鸡蛋本来就是给你们补身子的。这几日他们在县城四处奔波，本就劳心劳神，如今炒几个鸡蛋还不吃，他心里可不踏实啊。那块鸡蛋递过来递过去，最后还是落在了钱凤萍的碗里。钱娘，咱们是一家人，得同甘共苦才对，可不能给孩子们惯坏了。手里端着那碗糙米粥，而且呢，今儿已经有了销路，这日后就不愁钱，这鸡蛋日后还有。钱凤萍一时语塞，只能含笑着低着头夹着鸡蛋往嘴里送。吃饱了。方南枝摸摸溜圆的肚子，打了个哈欠。困了就去睡吧，剥了一下午的栗子了，也是累了。他又看向秦燕，燕儿，你也去睡吧，时候不早了。方南枝也没客气，等桌子收拾了，他洗了脸回来，往床上就是一躺。方彤答应着，看他躺好，均匀的呼吸从炕上传来。行了，你也回去睡吧。方彤催促秦燕早些休息，才能早点养好腿站起来。秦燕张口，到了嘴边帮忙的话硬是没说出来，顺从的点了点头。俩孩子都回了屋，方彤和钱凤萍才收拾了桌子，进了灶房。还有蛋糕生意呢，他俩可不能睡。肘子。方南枝睡得沉，梦里大肘子都插着翅膀在他面前晃悠了，可怎么都抓不到，这可急坏了他。追赶着会飞的猪肘子跑了2里地，方南枝累坏了，都没吃到，气得捶胸顿足。他表情好一阵纠结，迷迷瞪瞪睁开眼，惋惜了没多久，方南枝就被不得不离开被窝的尿意催促着下了炕。他甚至闭着眼摩挲着开了房门，却能隐约感觉到一抹光线从一旁投射出来。费力地睁开眼睛，方南枝这才看清灶房里还有人影活动呢。他凑上去听，却听不出什么声音，又着急去茅房，这才紧赶慢赶着离开。等回了院子，他这才有功夫踮着脚尖从灶房窗户往里看。珊珊，芝芝咋起来了？赶紧回去睡啊，还早着呢。方南枝的鼻尖不断嗅着，周围的香味早就把他的馋虫给勾引了出来。我帮你们一起做，人多力量大。话刚出口，哈喇子就不争气的从嘴角流了下来。小馋猫，你是要帮忙干活呀，还是帮忙吃啊？方南枝急忙擦了擦哈喇子，可这味道挥之不去。看我可没用，看你婶婶也没用。方彤虽说女儿奴受不了他的小花招，可孩子熬夜会不长个头啊？看他长得3兄弟中最高，全靠他年轻时候好吃懒做。婶婶，芝芝也是想帮忙，婶婶就让芝芝帮忙吧，帮完忙立马就睡。这事儿啊，你爹说的没错。好吧。这小丫头被他惯得没大没小。离开灶房的方南枝回去后却睡不着，肚子就不争气起来。别叫！方南枝捂着肚子。系统哥哥，还有什么好吃的没有？我饿了。宿主，还有坚果大礼包没有领取，是否领取？领取。白天系统哥哥送的，空空的怀里掉出一包坚果，他没认识太多字，眯缝着眼睛去看。核果是什么？是野果子吗？综合坚果，开袋即食，只需敲开表层坚硬外壳就可品尝。从里面拿出个圆滚滚的坚果来，把怀里的包装放在一边。方南枝直接上嘴，嘎嘣一下。系统哥哥，打不开呀！宿主打开礼包袋子，会找到一个小铁片。方南枝又去大礼包那儿翻腾，把铁片插进坚果开口处，拧一下就能开。方南枝跃跃欲试，他手上用劲儿，没一会儿就听到开口的声音，里面白花花的果肉露出来，迫不及待地放在嘴里，脆脆的，而且带着一股奶香味，简直太好吃了。如法炮制，他又开了一个。这是夏威夷果，这是榛子，这是腰果，这是杏仁。还是这个夏我野果好吃，就是名字太奇怪了，为什么叫夏我夷？系统沉默，不过只要他喜欢，那叫夏我夷也不是不行。宿主，坚果对身体有益，也可增强记忆，强身健体，但也不可多吃。系统提醒着，把方南枝拆过的袋子全部回收。方南枝嘬手指头，把味道嗦没了，手上黏糊糊的，直接在爹爹被子上擦手。嘿嘿，反正爹爹不会发现。不过方南枝自认还是贴心的好闺女，又从系统那里拿了一小包坚果放在爹的枕头底下，这才心满意足地躺下睡觉。让你不注意保暖，可别风寒了。嘿嘿，咋可能是风寒的？肯定是谁在背后念叨我呢。难道是大嫂气得半夜睡不着，还琢磨咋从他这儿找回场子呢？就你嘴贫，时候也不早了，等出国就行了。没别的事了，你先回去歇着吧，这儿有我呢。家里币子不够，
是秦燕早起做了几个，剩下的是找古郎中借的，凑够7个后，今天能一锅出所有。这咋成？我跟你一起。方彤拉过木凳，示意钱凤萍坐下。你招男人入赘是干啥的呢？不就是帮你扛事儿的？咱可不兴客气，快坐下。钱凤萍沉默着低下头，眼眶却有点湿润，淡淡的火光下显得两人有些别样的气氛。方彤伸手拿柴火往灶台里塞，钱凤萍也抓住同一根，两人的手碰到一处，钱凤萍触电般要收回手，可下一秒又被方彤握住。他一手将木柴塞进灶台里，一手抓着妇人柔软的手不放，能感觉出来手上的茧子不少。钱凤萍耳朵尖通红，心口砰砰直跳，方彤面上也烧得慌，但他是个男人。这天还挺热的哈。话音刚落，院子里寒风刮过，吹得门板都哐哐响，气氛再次沉默。不过两人的手握在一起没松开。等蛋糕熟了，两人配合着取下篦子，整整齐齐摆在案板上晒着，又烧了水，简单洗漱后才各自回屋歇着。回到席屋，方彤又打了个哈欠，刚大咧咧地躺上去，就感觉原本平整的枕头突出了一块，一个从没有见过的小包装，能隐约看到里头的东西，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神仙给闺女送的。方彤当即眼睛一亮，一把藏进怀里，悄摸地吃了几个。嘿嘿，哎呀，还是闺女贴心呐。这大哥真是傻，生了俩儿子还没好好养，一个比一个混，到老了肯定比不上他享福。天际泛红，晨曦初露，吃饭了。原本睡熟的方彤眯缝着眼坐起身。姐，你咋变成村口的阿旺啦？阿旺是村头一户人家养的狗，脸上有2块分明的黑色花纹。是不是昨天偷偷出去找阿旺玩了，不带我？方彤草草吃了早饭，推着板车就往外赶。方南枝站在院门口，倚着大门，羡慕地看着他爹的背影。去，这倒霉孩子，你才找个玩呢。爷，一路走好啊！闻言，方彤脚下一个踉跄，车上的蛋糕差点打翻了。你等着，你等爹回来揍你啊！这话让闺女喊的，怎么像给我送葬似的？然后颠颠跑回院子里去了。我才不怕呢，我从小都没被爹揍过，我爹可心疼我啦。2个时辰后，聚香楼门外，方彤累得满脸是汗，还不等他吆喝，里头就出来个人。胡掌柜啊，您看看，这是今儿的蛋糕，我给您送来了，刚做出来的，绝对和昨儿一个味儿。方老弟啊，这蛋糕啊，让下面的人写就成，你先随我进来。胡掌柜看了店小二一眼，手脚麻利点儿，可别弄碎了啥的。是。先前还收了方彤给的蛋糕呢，哪怕掌柜的不说，他也得好好干。方彤被这么礼遇，心里有些担忧。胡掌柜，不知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方彤明面上波澜不惊，实际手心都快出汗了。昨天的蛋糕啊，售价不低，吃的人并不多，但是……他说话大喘气，搞得方彤心一跳一跳的不安生。这味道啊，无可挑剔，凡是尝过的，都给家里人带了些回去，尤其是顾家的老太太，尤爱这口啊。昨个晌午就售出的差不多了，我倒有些后悔没跟你多订几块。胡掌柜当即从一旁拿了个文书出来，递到了方彤面前。方老弟，这日后啊，可还得麻烦长久供应。你看看，若是没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，就签了吧。合同简单明了，为期半年，每天送50块蛋糕，价格是1块45文，50块。粗略一计算，方彤嘴角都要裂到耳根子了。那胡掌柜，若是觉得这个蛋糕好，我自然多送一些，承蒙您关照，咱一起赚钱。不过这文书上咱是不是得加上一条，比如这下雨下雪啥的，要是延误了送货，咱这个……方彤其实认字不多，文书只能看看七七八八，都是小时候家里只有大哥读书，啥活不干，养得白白胖胖。他不服气，跟着偷摸去了几次学堂，趴门缝偷学了一些。夫子是个好性的，不计较。方彤虽然混，但不是不知恩的人，偷学人家的就帮人挑水砍柴啥的，反正家里活一点不干，竟给夫子干了。后来大哥给家里告状，爹揍了他一顿，就盯紧了他，不许他偷学去了。放心，方老弟，咱的点心钱呐，每日一结。若是哪日出了啥事儿没送来，改日再送也没事儿。方彤没意见，别因为点啥没送来，再让他赔钱就行，没了后顾之忧。方彤就利落签字。胡掌柜笑呵呵地接过，看着面上淡然的方彤，心下又多高看他几分。普通农家汉可没这定力，他不知道，等离开聚香楼，方彤走路腿都飘了，一路不知咋的来的清风楼。来了，今儿个小姑娘咋没跟着一起？这孩子小，县城太远了，这来回也不方便，在家里歇着呢。万掌柜，蛋糕给你送来了。方彤说罢就要去卸货，却被万掌柜拦下。正好，关于这蛋糕的事儿，我有话跟你说。
有了胡掌柜当出头马，方彤这次就显得淡定不少。不过在看到文书时，心下还是忍不住乐开了怀。方老弟，你也知道，我这茶楼内对点心的要求很高，平日里不缺那富家子弟和老爷太太听曲儿看戏，那样的贵人可不差钱，人只要真正的好东西。不愧是神仙给的方子，不愧是他媳妇儿的手艺。所以为期1年，每日70块。另外，这蛋糕咱县里可不能卖给别的茶楼了，你看如何？行，这还得多谢万掌柜抬举啊。方彤爽快地应下，他知道茶楼和酒楼不同，茶楼除了说书人和戏班子啥的，茶水点心也是吸引客人的一大手段。酒楼到底是吃饭的地方，点心只算饭后陪衬，因此聚香楼不是很在意蛋糕是否单独供应。双方利落签订好文书，方彤又想起什么似的，从板车上拿下一个布袋子。万掌柜，您尝尝这个。他把布包打开，里面是一个个开了口的饱满栗子。这是栗子？看着和昨日的不太一样啊。嘿嘿嘿，这是糖炒栗子，是俺家新做的新口味。把糖炒栗子往他的方向推了推。放心吧，这味道啊肯定有保障。万掌柜没多犹豫，拿过栗子，剥壳后放进嘴里，栗香伴随着一丝清甜，加了糖后，这甜味更甚。味道真是截然不同，甜而软糯，一口一个。那可不，来回炒了6、7次才有这个效果，这费时费力不说，更费了糖。当然，他夸大了一部分事实，但为商哪有不奸的？如今这饥荒闹得厉害，这家家户户都没得吃，这糖啊肉的更是贵得不像样子。您看这价格嘛，肯定不能是昨个他们口头定下的价了。你开个价吧。这糖炒栗子啊和瓜子啥的不同，应该比较得女客们稀罕。虽说他这茶楼女客少，但来听书的男客要是吃着好，少不了给家里媳妇孩子带一些。既然是用了糖了，那价格自然会贵一些，这至少啊也得要30文1斤。30文，贵了些。那蛋糕贵还情理之中，毕竟又是糯米面，又是白糖，还有鸡蛋。万掌柜倒也能接受那45文的价格，但这栗子看着个头就不大，一口一个，着实不出数啊。15文，你带的栗子我一并要了，咱这也是长久的买卖。味道上确实是无可挑剔，万掌柜这才愿意狠狠心。哎，别呀，万掌柜，哪有你这样对半砍的？28文不能低了。15不能再高了。万掌柜，如今这做生意也不容易，这白糖也是稀罕货。您看，您如果要是诚心要的话，我给您算25，真的不能再少了。15。万掌柜不肯退让，语气都坚定几分。两人你来我往，最终定了个20文的价格，就涨这5文钱。方彤还磨破了嘴皮子。那既然价格都已经敲定了，咱就立个文书吧。万掌柜却不温不火，甚至笑意盈盈。方彤瞬间觉得被坑了，自个应该还能多争取一些，哪怕1文钱。万掌柜拿了纸笔，当场起草，甚至盖了清风楼的戳子。这样一来，可就定下了，每日10斤，每斤20文。成，没问题。方彤草草看了眼，便离开清风楼。板车上运来的东西全部清空，他感觉自己走路轻飘飘的。嘿嘿，这回闺女想要吃的肉丝面安排，大肘子安排。乐呵了好一会儿，方彤这才冷静下来。不对呀，这光是蛋糕这一天就已经有120块了，再加上10斤栗子，这我们家咋做出来啊？就这还只是之前的单子，我就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，这一大家子还得熬夜做蛋糕，再这么下去，我不真的要变成村口的阿旺啊。想起阿旺那2个大大的黑色花纹，不成，这可不成。方彤推着推车一路走一路琢磨，路过杂货铺，看摆放着的白糖，不管咋做，得先把东西买上。这120块蛋糕和10斤栗子，用的糖可不在少数啊。老板，这白糖咋卖呀？50文1斤。我多买点，便宜点成不？您要多少？5斤，你看能给多少？方彤本想买10斤，可这会儿凉面贵，一口气买那么多可惹眼。5斤啊！你等等，我把掌柜的喊来。小二拿不定主意，转身小跑去找掌柜。一个和方彤年纪差不多的男人走出来。小兄弟，你若要5斤白糖，那就算你45文1斤，如何？那40文吧。您看，如今这世道，哪还有那么多人吃得起糖啊？日后啊，我再来买，咱们长久生意。和万掌柜讲价，他都没发挥好。这次方彤说什么也得薅了别处的油水。掌柜一听这话，着实不开心，但听到方彤说长久生意，也有些犹豫了。您若是不放心呢，我现在在您这儿先存上1斤的文钱，如果我明天不来，您就自个儿收着。这偌大的铺子，我也不怕你明儿就不开了。哎，那成。哪怕方彤日后不来，他也是不亏的。方彤拿了白糖就赶去木匠铺子，当即订了10个篦子。那蛋糕既然要做多的，就必须得多准备篦子。篦子做好以后，直接送到城门口就行。成。
得到应答，方彤这才放心离去。溜达了会儿，路过饕餮楼，也不知道上次走后程小虎咋样了。这小子平时不声不响，可别再整出点啥事来。方彤放下板车，朝着里头看了眼，连壶水都端不好，真是个废物。分明是你故意提前松了手，水才被打翻的。他左手止不住的颤抖，手背上大片的红色触目惊心，明显是被烫的。呸！我可是说了让你接好，是你自己没拿住。要我看你就是故意的，这么大个壶还能接不住？依我看啊，定然是上次的事你记了仇，故意报复我。自从上次程小虎彻底得罪了宋大厨叔侄俩，他欺负起人再没了顾忌，只盼着能早点把这小子赶走。你胡说，这是饕餮楼的东西，我怎么可能故意摔了？家里送他来这儿本就不容易，他不能因为周侯和宋胖子的事儿砸了自己的饭碗。少狡辩，我看你啊是乡下人毛手毛脚惯了。刚才的事宋哥可是也看着呢，总不会冤枉了你。小虎，你来饕餮楼也有一阵子了，知道这儿的规矩。平日里你做事细心，咋这次如此毛手毛脚呢？我没有。之前本就和两人结下了梁子，程小虎一时也无法证明自己的举动不是故意的。这可是上好的贡春壶，掌柜的稀罕的紧呢。为了得到这贡批春壶，宋大厨可没少帮忙牵线搭桥，如今却被你摔了一个，你可没好果子吃了。小虎啊，你弄坏了这贡春壶，自然是要赔的，一个壶最少2两，你1个月的月钱可都不够。不是我摔的。程小虎抬起头来，你们别欺人太甚。呵呵，我宋胖子为人最仗义，你什么身份，值得老子欺负？程小虎眼底的狠色一闪而过，欲要动手。这到底是咋回事啊？只见方彤窜了进来，挡在程小虎身前。等，你不是上次来的那个？方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来买些东西，见你被这几个人欺负，怎能不知道还手啊？方彤看了程小虎一眼，我兄弟是个好脾气的，我不是，我这人混。今儿个呀，你们伤我兄弟一只手，老子就废你们一条胳膊。说话间，方彤利落动手，改抓住宋胖子手腕，用力往他身后掰。快放开！是程小虎先打碎了掌柜的贡春壶，我只是让他照价赔偿而已。是周侯摔的。后者不知啥时候倒退几步，努力缩小存在感，可见是个孬种，之前不过是狗仗人势。哼，我可都看见了。方彤没松手，力度加大不少。这茶壶还没到小虎手里，就已经掉在了地上。我看你跑得还挺快啊，这一滴水都还没溅到身上。你胡说，你有证据吗？证据？行，既然你说我胡说，那咱们就去公堂上，让县太爷看看到底是谁在胡说。这点小事还要去公堂上，未免太小题大做。更何况那贡春壶的事儿，确实是他想要栽赃给程小虎的。哼，你们还真当老子的兄弟好欺负呀？啊，你们不是说这啥春壶价值2两吗？走，咱往公堂上一走，你摔了这2两银子，你们掌柜的也就知道了，看看能不能饶得了你。宋哥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！这人分明就是来捣乱的，肯定是程小虎喊来的。全然忘了宋胖子的手还被方彤捏着，他哪里管得了周侯？宋胖子惨叫连连，和杀猪一样。这里动静太大，还是惊动了后院的人。哎，干什么？宋大厨拿着炒勺就走了出来。又是你，还敢来饕餮楼闹事啊？还不赶紧放开我侄子！方彤没放，手上更用力了。宋胖子嚎叫出声，吃力的想抽出手腕，但是动不了一点，太疼了。这招分筋错骨手可是方彤纵横乡野多年练就的，对方太不给自个面子，当即就要喊人来帮忙。哼，宋大厨，你还是先担心自己吧。他不顾手上的烫伤，弯腰拿了一片茶壶碎片。这可是你踩过的贡春壶，如今成了这样。破碎的口子清晰可见，壶底儿已经完全不能用了。这壶碎了，是程小虎和周侯俩的责任，关他什么事？就算和他相关，他在饕餮楼干了10来年，这不过是一个壶而已，有什么好说的？程小虎转动了下贡春壶底，这碎片里头可只是普通陶土，而贡春壶用紫砂而成，这显然不是。掌柜知道宋大厨你亲自牵桥搭线的买卖，实际上却是以次充好。这贡春壶的事他做的隐秘，酒楼都用了好几年了，一直没发现，不能让这小子坏了事。这陶土壶可不值2两银子，这2种茶壶中间的差价也不知道进了谁的口袋。自从得罪了宋大厨，他表面隐忍受气，背地里一直在查对方的把柄。可惜这事他还没拿到实证，不然早就让宋大厨绝对翻不了身。他当初摊下的银子可是不小的一笔数目，绝对不能抖露出来。小虎啊，这不过是个误会。上前2步，直接无视了被折腾得嗷嗷叫的侄子。这事儿我给你做主了，周猴，你以往就欺负新人，怎么还变本加厉了？
嘿，这事儿啊，我侄子也有错。我侄子性格豪爽，没查清原委，让小虎兄弟受委屈了哈。这样我保证，他们日后啊，绝不会再找你麻烦。宋叔，还不快过来给小虎道歉呢？周侯吓了一跳，只能不情不愿地走了过来。对不起啊，这就是你们道歉的态度？对不起啊，是我污蔑你，这事儿是我的错。小虎，还有这位兄弟，你看这事儿就算了吧。这宋大厨也是个心黑的主儿，为了贪下来的银子和地位，还是能屈能伸的。行，那我就给宋大厨一个面子。方彤终于松开手，当即捂着胳膊，疼得龇牙咧嘴。不过你这侄子是不是也该表示表示？宋大厨拉扯了侄子一把，叔，你咋能这样啊？他遭了这么大罪，还当众给程小虎赔不是？以后还混不混了？废话少说，赶紧道歉。对不起。哪怕不愿意，也还是说了。我错了，以后不敢了，再也不欺负你了。您看这样行了吧？既然都道歉了，你们2个人就当冰释前嫌了，以后啊都好好处。自然是要给宋叔面子。这事算是解决了，但双方都知道，因为供春湖有假这事，他们已经撕破脸了。以后的斗争可就不是小打小闹了。出了饕餮楼，他把程小虎拉到一边。小虎啊，不行，别在这干了。那厨子可不是个省油的灯，这次你们算是结下了梁子，日后继续还在这儿，可保不准会出啥事儿。方大哥，我心里有数。有数？哼，你这是憋啥大招呢？小虎啊，这供春湖的事儿你是戳破了，只会让他们更加记恨于你。宋大厨临走时的眼神，恨不得把程小虎和他都千刀万剐。哥知道你得这个活不容易，但是该舍就得舍了。你也不用担心，眼下你哥我的蛋糕生意红火着呢，刚好我这也需要帮手，要不然你就跟着哥干吧。方大哥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不跟他们来硬的。虽说这些日子我是被他们欺负，但我也没少在背后调查东西。再过一段时日，拿到实证，谁倒霉还不一定呢。行吧，小兄弟长大了，有主意了。行，那一旦遇到难事儿，记得来找我。知道了，方大哥。方彤没久留，转身离开。饕餮楼内，一双贼兮兮的眼睛盯着方彤离开的背影，暗暗收回了视线，进了后厨。走了，我亲眼看到的。宋胖子脸色阴鸷，叔，这事儿可不能这么算了呀。程小虎知道了供春湖的事儿，再加上那个泥腿子，咱们可不好对付。哼，那不过是个泥腿子，能有啥本事？你去找几个人去跟着他，等有合适的机会，就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可是那人一看就不好惹呀，一天天脑子里边都装的什么呀？那混子力气再大，抵不住人多呀。只要别被看见脸，你们就能全身而退了。还有，那程小虎可不能留了。知道了，侄儿这就去办，先找人去教训教训那个混子才是。晌午时分，赵掌柜来了酒楼。掌柜的，你回来啦？却被赵掌柜死板着的一张脸吓到，这是咋了？赵掌柜坐在一旁倒了杯茶，盛怒的一饮而尽。砸杯子的声音吓得周侯一个机灵。赵掌柜的，这大晌午的可不能动肝火呀。老宋啊，你可听说过蛋糕？蛋糕？这名字好像是在哪儿听过。哎呀，也不知是哪里来的点心，近几天来县城里可是火得一塌糊涂啊。那聚香楼的蛋糕一块就要80文，却还是供不应求，得派人去打听打听那东西是打哪儿来的。本来饕餮楼生意就比不上聚香楼，要是再落后一步，只怕要彻底没客人了。蛋糕？那不是方大哥的生意吗？赵掌柜，蛋糕卖得这么好啊？可不是，县尉家里专门派人四处打听买，最后让聚香楼接了单，算是攀上关系了。小虎，你也知道蛋糕？程小虎挠了挠头，故作憨厚看了眼不远处的宋大厨。这蛋糕就是我兄弟的生意，前2天还来咱们店里卖来着，可惜还没说几句话呢，就……但目光落在了宋大厨身上。老宋，这事儿和你有关系，你没收？万万没想到，那泥腿子还有这样的本事。咱不是一直和点心铺有合作吗？再加上闹了点误会，我就做主没要。宋叔说了，咱是招待贵人的酒楼，看不上泥腿子的东西。什么？老宋，你是个厨子，什么时候能替我做主了？再说，看不上泥腿子，老宋，你爹娘不就是种地养活你们吗？这蛋糕在县城内风靡，让他都眼红不已。如今才知道，这钱本来他清风楼也有机会赚，硬是让人推出去了。没有啊，赵掌柜，您别误会啊，那泥腿子绝不是个善茬。我看那蛋糕啊，也就火一阵子，往后还不一定咋样呢。您别听程小虎瞎掰。我可不敢欺骗掌柜的。如果赵掌柜不信，大可找人去查。今儿个我兄弟也过来了，可是结果
又被赶走了。小伙，你平日心眼子就多，咋还能给我泼脏水呢？今儿个咋回事？周猴可都看见了。赵掌柜啊，您可得擦亮眼睛，别被这小子骗了呀！是真是假，我自然清楚。这些年，要不是老宋厨艺好，他早就把人赶走了。眼下也不是计较的时候。小虎啊，蛋糕生意咱得掺和一下。这样，你空了约下你兄弟，我请他吃饭。心下明白他的机会来了。行，掌柜的，我试试。宋大厨待不下去了，憋了个由头，急忙回了后院，随手抓了个人。你现在去把宋胖子找回来，一定要快。方彤溜达着买了白面和肉才去城门口。大哥，你帮我介绍媳妇那事儿。方彤有点尴尬，但好在脸皮厚。嘿嘿，都问过了，这次来就是给你报个信儿，下回带姑娘来相看。等你啊，大哥，这大骨头你拿着，回去熬也有肉味儿。我爹还说你是唬我呢，我说不能，大哥你一看就是实在人。主要大哥是头一个夸我长得俊的，一看就是个爱说实话的。方彤沉默接过。难得良心还有点痛，不行，这回村里得打听打听，看看村里有适龄的姑娘没。没一会儿到了城门口，木匠铺的篦子送来了，这才推着推车往回走。啊，我得算算，现在有了这10个篦子还是不够，回家呢得再搭2灶台，到时候3个灶一起用，这样做蛋糕也能快点，也省得大晚上钱娘跟我一起在那熬夜。官道上走了半个时辰。站住！这难不成是残留的灾民？他下意识夹紧了腿，裤裆那儿有个兜，他把钱都放进去了，2两多纳不能被抢了去。为首的宋胖子头上戴了个斗笠，方彤隐约觉得这个体型眼熟。给我打！只要不打死，就往死里打！不等方彤反应，几个汉子一哄而上，板车上的篦子还不能弄坏，方彤只能先撇下板车，朝着一旁跑。追！谁先追上，给谁加100文！有几个壮汉子当即就加速跑了起来，甚至有几个阴险的捡了几块石头，他们也不打别的地方，就朝着方彤的腿丢。方彤一个趔趄，差点摔倒在地上，可这一下子也让身后人追上了他。方彤也不是吃素的，当即踹了身后人一脚。妈的，还挺能跑，都给我狠狠的打！几个人一拥而上，方彤手上又没家伙时，也没二哥这样的帮手，自然是打不过的。不过他混迹乡野多年，深知能打就打，打不过也跑不了的话，挨揍的姿势也很有讲究。他从善如流的蹲下，双手护住了头脸，紧接着拳脚如同雨点般落下。1刻钟后，行了，差不多了，可别打死了。宋胖子走上前，日后少管闲事，否则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宋胖子放下狠话，带着人离开了。好一会儿，方彤才缓过劲了。哎呦我去啊！妈的，这群畜生！好在钱都还在，看来这群人的目标并不是劫财。尝试着走动几步，确定无碍后，他这才推着板车，咬着牙往家里赶。一到家门口，钱凤萍就迎了出来。咋弄成这样了？快进来，我给你找药。钱凤萍搭了把手，帮着把板车推了进来，又转身回屋找药。西屋，钱凤萍拿来药膏，给他往脸上涂抹。你这是被抢了，要不这蛋糕生意先别做了。没事，钱娘不碍事。这还不碍事啊？让芝芝瞧见了，不知道咋想呢。哎呀，先别管这伤了，我护着脑袋的，没大事。今儿个呀去县城卖蛋糕，你肯定想不到发生了什么事儿。钱凤萍怔了下，看了眼板车，带去的蛋糕那可是一个不剩。那几家掌柜可都喜欢？何止是喜欢呀，他们都还跟我签了长期的文书呢。方彤一五一十地说了文书上的内容。啥？120块？对，一天120块，所以呀，我才买了这些篦子回来。方叔，文书你可带回来了？西屋门口，秦燕和方南芝不知道什么时候探出头的，听了半晌了，此时才开口。方南芝迈着小短腿跑出来，依偎在爹身旁。爹经常打架，有赢的时候就有输的时候，挂彩是正常的。方彤摸了摸他的头，然后从怀里掏出了文书，递给了秦燕。秦燕看了看，这买卖太大，只咱们一家，只怕是做不过来。如今哪怕是有了篦子，蒸蛋糕时间能缩短，但做蛋糕的流程可复杂得很。最难的就是打蛋，咱一天起码要做15锅，15锅鸡蛋可不好打，不如雇人。雇人？如今这家家户户都揭不开锅，这雇人倒是容易，怕就怕那些别有用心的人。方彤路上就想到雇人的事了。这蛋糕毕竟是咱家的秘方，若是被他们偷学了去，那可怎么办？是啊，这事儿不得不防。方叔，您的兄弟二娃叔几人？我觉得呀，就是可用之人。以往村里人说方彤几人是狐朋狗友，但秦燕通过接触看得出他们情深意重，是信得过的。方彤没意见，
同时心里赞叹便宜继子的细心，这是给他面子呢。行，我再和他们说说。还有那板栗啊，一天就得要10斤呢，咱们家摘的这点估计供应不了多久。钱凤平点头，哪怕他抽空就去摘，也就有200多斤，但这是带着栗子外壳的，一去壳更没多少。不然就在村里买吧。那倒不是不行，哎呦，哎呀，我的嘴！不是，但这栗子重啊，这10斤的栗子得出4斤的壳，所以啊，这价格方面得要商量好。5文一斤如何？去壳的。5文一斤，这也太贵了。这外头山上打栗子又不要钱，这4斤栗子都得买斤猪肉了。早知道那清风楼的掌柜喜欢糖炒栗子，钱凤平肯定多捡些回来。那这是今儿个聚香楼和清风楼掌柜给的钱，你点点。怎么比昨儿个还多？咱蛋糕啊，他们都要了，还有那个栗子，清风楼的掌柜直接就给结清了今天的钱。三叔，那糖炒栗子，万掌柜出多少钱一斤？20文。虽然早有预料，可这价格还是吓了秦燕一跳。万掌柜出手还真是大方。如此看来，5文一斤收栗子，我们有的赚。如今村里有不少吃不上饭的人家，就靠这栗子过活。但栗子顿顿吃也不好受，比不上正经粮食。他们卖了栗子，也能买些糙米回来糊口。好，那就听你们的。钱凤平收了钱，也有底气，不慌了。一家子商量好，当即行动起来。毕竟明天就得供货了，耽误不起啊。芝芝，去把你二娃叔他们喊过来。得令。方南芝俏皮的应了声，雄赳赳气昂昂的跑了。爹爹真厉害，进城一趟就把生意做大了。天气正值炎热，方雅晴低着头坐在树荫下，手里摆弄着什么。方南芝凑近些许，这才看到她正拿着针线绣着花样。是芝芝啊。她日后要回到伯府当大小姐，大家小姐很重视女工的，所以这几日勤勤恳恳的练习。芝芝啊，看你的样子，在秦家过得也不怎么样吧？不过你过得不好也怪不着我，这都是你作为乡下土包子的命，不像我注定是伯府大小姐的。人各有命，你得认啊。怎么总感觉堂姐脑瓜子越来越差了？自言自语就算了，还老说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。你笑什么？堂姐，难道你日后去当大小姐，就是每日给人绣肥鸭子吗？什么肥鸭子？这是鸳鸯。不对，这可不是鸳鸯。我可是见过鸳鸯长什么样子的，婶子成亲的被子上就有。当初村里一户人家成亲时，方南芝可还去蹭了喜宴。他看到了礼物的红被子，漂亮极了。你这个明显就是肥鸭子，堂姐，你还是不要浪费针线了，一点都不好看。你胡说什么？不过是个乡下的赔钱货，你懂什么？她可是穿越女，气运之女，却在木山村这个小地方频频受方家人的气。凭什么？扬起手就要打小丫头，反正这里没方童在，她出口气也没关系。就是吵，就是吵。见势不对，左右躲闪，还不忘挑衅。恰在这会儿，村里热心肠的刘大婶从山上摘了些野菜和栗子下来。刘婶婶，有人欺负我。她不是打不过堂姐，这是爹说过，用脑子比打架更重要。芝芝啊，你这是在干啥呢？堂姐说我是乡下丫头，赔钱货，还要打我。别胡说，刘婶子，我们就是闹着玩的。芝芝啊，你可千万别学你堂姐呀，还看不上乡下丫头，她不也是乡下的？这眼下大伙都快吃不上饭了，大伙不是干短工，就是去山上摘栗子，就你堂姐脑子跟有病似的，在那绣花。你说谁脑子有病？刘婶婶，我知道，堂姐这里不太对劲。方南芝指了指脑袋的方向，刘婶子被逗笑，摸了摸她的小鼻子，拉着小丫头走了。方南芝和刘婶子分开后，当即迈着小短腿去办事。没一会儿，带着二娃叔几人回家了。一进院儿，二娃等人就看到了鼻青脸肿的方童。老三，你这是咋了？该不会又是灾民打的吧？管他是谁打的，把三哥打成这样，就是跟我过不去。三哥，是谁干的？今儿呢，我去了一趟饕餮楼，寻思着去看看小虎。那酒楼的大厨仗着待的年头久了，就欺负人。我这不是看不下去了，上去呢就帮了一把。嘿，谁知道啊，这回来的路上就遇到了10几个5大3粗的汉子，这拦着就不让我走了，说啥都要废了我。要不是我急中生智啊，怕是回不来了。煽风点火，他是专业的。那群人多半就是宋大厨给雇来的。等明儿个进城，我们跟你一起。贼兮兮的眼里满是精明。到时候肯定把厂子找回来，好好给老三报仇，也给小虎兄弟出出气。对，三哥，你可别拦着，那人敢做1次就敢做第2次，可不能就这么饶了他。钱凤平站在一旁，心底忍不住担心，打架这事他帮不上忙，可也不能劝着自个儿男人硬要忍气吞声。行，
这仇啊，咱一定得报。不过这次喊你们来，不是为了这事儿，主要是想让你们来我这儿干活。有啥话直说就是，咱兄弟说啥客气话？兄弟之间互相白嫖，不是很正常的吗？这可不是一般的活是这么回事啊。你嫂子研究出来一个点心叫蛋糕，这在城里呢卖的可好了。眼下呀，我这就缺人手。二娃、狗蛋，你们俩呢就来给我打鸡蛋，一天给15文。铁柱也是一天15文，帮我炒炒栗子，再跟着我呢一块去酒楼送货。三哥，几天不见，你这是发达了呀？盼了多少年了，可算有兄弟发财了，他们几个也能跟着喝口汤了。咋？这是不想干呢？你带我们发财，咋能不干呢？三哥，俺以后一直跟着你干。狗蛋说着就要过来和方童抱一个，却被后者闪开。他可是浑身青紫，还没好呢，被狗蛋这一抱，不得直接躺炕上下不来了。交个时辰不早了，就都留在家里吃饭吧。我婶婶做饭可好吃了，叔叔们吃饱点，明天一定能帮我爹找回场子。要不是年纪小，他就亲自上了。老三，芝芝这丫头这股狠劲儿可随你了，啥都能吃，就是不吃亏。几人说话间，钱凤平已经进了灶房。说来惭愧，自打他们两口子成亲后，这还是头一次留人在家里吃饭。钱凤平熟练地把肉切丝，放在一旁稍作腌制，便着手准备起其他配料。葱姜蒜切末，热油炒香，加入腌好的肉丝一翻，香味瞬间散开。婶婶，好香啊！做了什么？肉丝面。这个我知道，肉丝要粗粗的才好吃。芝芝先出去等着吧，啊，这锅烫的，可别伤着了。没事没事，我坐在旁边看着。方南芝搬着小板凳坐在一旁，哪怕是现在吃不着，闻闻味儿也是好的。钱凤平拿他没辙，只能加快速度。看肉丝炒得差不多，他便加水煮沸，下入面条。等肉丝面出锅，方南芝早就按耐不住，上去抢着帮忙端。今个人多，干脆就在院子里吃。二娃几个帮小丫头接手。钱凤平又送出来几碗，方南芝等客人们都有了，才来拿自己的。我要多一点腌菜，婶婶做的腌菜最好吃。钱凤平被他的话逗得开心，干脆端了一碗腌菜出来。你们先吃着，我去给芝芝二伯送一碗。三哥，嫂子真是好手艺。方童也吃得欢，没空回他。几个老爷们三两口就吃了个精光。不够再去盛，面下了不少呢。这多不好意思。很久没吃这么好吃的东西了，更何况如今家家户户都难，他们也不好意思再多加。嘿，咋这会儿还不好意思了呢？这不吃饱了，下午干不好活，我可扣工钱啊！三人一听，面面相觑，这才端着碗进了灶房。再出来时，手里则是端了2碗素面。不是钱凤平抠门，肉丝确实没了，那汤子还有少许油水飘着，但远没有第一碗那么敦实。那就谢谢三哥，谢谢嫂子。方童吃饱喝足，这才抽空就着水缸的清水看起了自个青紫交加的脸。啊，吃不下了。行，那吃饱了就跟爹出去一趟。以前没条件，这丫头总吃不饱，导致一吃好的就不节制。爹，你都这样了，不如好好歇歇吧。以前爹受了伤都要躺10天半个月，任凭爷爷怎么骂都不干活的。现在爹爹变了，哎，这可能像村里人说的，追了媳妇就勤快了吧？嘿，我咋了？爹就是挨打了，也比你那几个叔长得尊。老三，你这话就不厚道了，明明我才是最俊的。我长得也不差呀。三哥，你现在跟个猪头也不差啥，还胡咧咧。我呸！就你们那几个歪瓜裂枣的，真长得好，那能一个个娶不上媳妇儿啊？一句话杀伤力极大。老子不仅有媳妇儿，还儿女双全。挤兑完兄弟，方童就带着闺女施施然出门了。父女俩一路来到村长家门口，大晌午的，咋这货又过来了？老村长悄摸起身就准备回屋。村长爷爷好。原本都背过身去的村长没办法，芝芝也好。顺着小丫头身后看去，你这是咋了？难不成方童这是和村子里的谁打了一架？嘿嘿，出了点小事儿，不碍事儿。村长说，这次过来啊，是为了跟您老说个好事儿。啥好事儿？是这样，这各家各户如今不是都在外头摘栗子吗？以后栗子大了就都送到我家来，我家可都收5文钱一斤。但是呢，可不要带壳的，这打下来的栗子外头的壳得去了才能算钱。5文钱一斤，那栗子山上长的，白捡的吃食还出钱收。这方童真是有了本事，居然能拿钱来收购栗子。不对啊，他哪来的银钱？不会是唬他吧？您放心，到时候大伙如果卖，给我送过去以后，当场算好，咱就结清银钱。
您瞅瞅，大伙吃了这么些天的栗子了，这孩子们的脸都吃黄了。这好不容易有个机会，还不得换点米面啥的，好给家里的孩子补充营养。方老三啊，这事确实造福村里人，但你可得想清楚了，5文钱一斤，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倘若那消息放出去了，最后没这家，你可就不好收场了。我也不瞒着您，这栗子买卖啊，是我和县里的大茶楼合作的。为了找这买卖，我可没少吃苦，这路上啊还被人给揍了。指了指脸上的淤青，又撸起袖子给村长看胳膊。我受这么大的苦，这都是为了咱村里人，也好让大家多一条活路啊。方童说瞎话都脸不红心不跳。村长爷爷，我爹说的都是真的。虽然方童10句话有8句都是放屁，但芝芝不同啊，这小丫头村长看着就稀罕。只是村长不傻，怕是方童真有了门路，栗子有啥用处才收，可不算是为了村里人。不管咋样，这有人收栗子对大伙是好事。行，说好了银钱现结，我就给你跑趟腿。这干活前都得先去洗手，手指甲长了也得剪剪，咱们这是吃生意，必须干净。3人应下，当即整理起了个人卫生，都是当过混混的，谁不知道谁。好一会儿，3兄弟感觉都洗秃噜皮了，方童才满意。